这几年以来，不少电脑 DIY 品牌都开始开创更高端的子品牌路线，像是华硕的玩家国度 Republic of Gamers， 简称 ROG。金士顿也有推出 HyperX 电竞系列，当然也包括威刚 Adidas 的 SPG 系列。而老牌子宇瞻 Apex 呢，其实也拥有自己的高端子品牌，那就是 Zada。不过和其他品牌不同的是，Apex 宇瞻和 Zada 在品牌运营上是分开出来的，包括 Zada 的官网也是独立出来的，使得原本的 Apex 宇瞻是面向大部分的市场群体，而 Zada 则是纯粹的电竞类高端群体，面向更高级的游戏或 DIY 玩家。所以很多新手玩家对于 Zada 这个牌子感到陌生也是正常的事。这回呢 ，Zada 也发给我他们家的一整套产品，从他们最擅长的记忆体内存到固态硬盘，甚至是一体式水冷，唯独他们家的科幻系列机箱以外，基本上这就是 Zada 所拥有的一系列产品。因此今天要来和各位组装一台全 Zada 品牌的主机，来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否符合高端品牌的品质。在开始进行产品介绍前，先来和各位分享这一次进行搭配的其他硬件。在我的频道自然还是以 AMD 平台为主是跑不掉的，因此 CPU 还是那颗 AMD Ryzen 7 5800X。主板为了方便进行记忆体超频测试，使用的是微星 MSI 的 B550 Unify S 主板。显卡是华硕 TUF RS6700 ST52G， 电源是全汉的 FSP Hydro G Pro 750瓦金牌全模组电源，机箱则是之前评测过的威刚 Adidas 守卫者 Defender Pro 机箱。那么首先和各位介绍他们家的记忆体内存，这次我一共拿到了3套。第一款是 Zada 的 Moa RGB DDR4 8GB 单条记忆体内存，自带 RGB 灯光同步效果，可以完美适配各家的灯光同步软件效果。整体的做工质感非常扎实，自带的散热马甲规格采用了4层设计的散热片，整体散热表现也非常不错。只可惜这套马甲的高度是真的好高，比起之前幻光级系列还明显高出不少。如果是要使用双塔风冷散热器，得特别留意散热器风扇的兼容性了。我拿到的这款是 DDR4 3076的规格，实际开机通过台风软件识别出是使用3G 的记忆体颗粒，但并不确定是 BCD 带的哪一个款式。实测出来的读写与时序由于是单通道关系，相比起双通道的性能会稍低一些，这也是为何多数情况下会建议记忆体内存采用双通道的缘故。接着是看看另一套记忆体内存，这是 Zada 的 Twist 无光马甲套条，采用了铝质散热马甲，并且还是低马甲的设计。对于像是一些极端的 ITS 平台，或是想要搭配大体积的风冷散热器 ，Twist 套条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我拿到的这款是 DDR4 3678的套条，通过台风软件识别出来是三星的 C 带颗粒，实测出来的读写速度都在50和28GB 每秒以上，延迟在 AMD 平台也有64纳秒左右的表现，表现中规中矩。而由于是使用 C 带的颗粒，因此只能稍微压低一些时序，最终在 DDR4 376频率下能够维持在 C18、19、19、38的时序，延迟也进一步降低了。作为一款标准的 DDR4 3600马甲套条，表现还算正常。这一套记忆体内存是 Zada 的 Spark RGB 套条，这次拿到的规格是 DDR4 3678，采用了铝质散热马甲，并且有多方位的 RGB 灯光效果。顶部的散热遮罩也进行了抛光的处理，让外观设计看起来更具科幻风。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 Zada 的产品外观设计都偏向科幻电竞风，包括 Moa RGB 也是有类似的设计。灯光效果的部分，你们其实更喜欢哪一种灯光效果呢？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在 Spark RGB 记忆体内存的规格介绍中，也提到了 Spark RGB 记忆体内存是挑选过更优质的颗粒，这让我开始对它的超频能力感到十分的期待。只不过实际安装上后，台风软件显示出来的却是三星的 C 带，原本看到这里就有一点小失望的了。只不过考虑到台风软件会有识别错误的可能性，因此我还是头铁的尝试了记忆体内存超频。首先试试看保持在 DDR4 3600频率下尽可能拉低时序吧。结果居然能在3600频率维持在 C14、14、14、32，此时的内存电压也不过是 1.38伏。这真的是三星 C 带颗粒吗？
为此，我尝试了将频率进行超频了，结果不仅能够超频至4000的频率，时序还维持在 C16、16、16、36，电压为 1.4 伏。进一步压低时序，还可以压到 C16、15、15、32。这时候读写速度和延迟性能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此时我可以肯定的，这一堆记忆体内存的颗粒根本就不是三星的 C 代，而是三星的 B 代颗粒。看来真的符合了产品页面所说的特挑颗粒了。此外，我这个 5800S 的 IMSI 控制器体质还不错 ，F-Clock 2000MHz 也还不是它的上限。最终在这颗 5800S 的 IMSI 上线情况下，可以维持在 F-Clock 1:1 4133频率，时序为 C16、16、16、32。电压为 1.45 伏，读写性能进一步提升，延迟也在进一步的下降，并且我也进行了1小时的 Mentex 64记忆体内存考级检测，一切稳定，没有任何报错。看来这对 18RGB 是真的可以啊！此外，我也进行了 F-Clock 1:2的情况下，尝试这对记忆体内存的超频上限。最终超频到4600频率，时序为 C20、22、22、38，电压为 1.5 伏。当然，估计这还不是这一对记忆体内存的超频上限，只要在其他小参数下进行调整，就能进一步超频到更高的频率或压低时序。只可惜碍于我对于记忆体内存超频的知识并不特别深入，也不多做尝试了。接下来是固态硬盘产品，首先是这个 TWSS3 1TB 的 SATA SSD， 外观是纯黑色的设计，即使是安装在机箱的主板舱内，也能够有非常好看的外观。采用了 3D TLC 颗粒，经过 Flash ID 的检测，主控是采用汇容的 SM2258 不带缓存的方案。颗粒是闪迪的96层 TLC 颗粒，通过 Crystal D-Smart 的跑分，读写速度在560 MB 每秒和500 MB 每秒的速度。接着在硬盘占用在半盘后的读取速度保持在560 MB 每秒左右，写入速度则是掉落到460 MB 每秒左右。而当硬盘占用达到80%后的表现也和半盘基本一致，还算是非常稳定的。接着是 Zada 新推出的 TWSG3 512GB M.2 SSD， 这款 SSD 是使用 PCIe 3.0 程式的速率规格 NVMe 1.4 技术标准，最高读取速度能到3500 MB 每秒，最高写入速度是在3200 MB 每秒。比较特别的是 ，TWSG3 出厂就标配了石墨烯3的贴片，加上是单面颗粒的设计，即使在无散热装甲中的主板使用，高压力下的温度表现依然非常棒。拆开了石墨烯散热片，可以看得到主控是来自英韧的 IG5216， 另外2片颗粒则是采用美光的 TLC 颗粒。由于 IG5216 的主控特性，TWSG3 是不带缓存的，而是采用 HMB 作为缓冲，这也是为何本身的发热量并没有很高。由于我找不到这款主控的 Flash ID， 因此没能获得更多关于这款 SSD 的用料资讯。而在通过 Crystal D-Smart 的跑分测试中，空盘状态下表现确实非常亮眼。读写速度维持在3200 MB 每秒和2400 MB 每秒，硬盘占用在半盘后的速度掉落会比较多，特别是在写入速度只有450 MB 每秒的速度，硬盘占用在80%后则是基本和半盘一致。毕竟是不带缓存的，在占用提升后，自然也会损失更多的性能。之后我通过 HDTune Pro 来检测这一款 SSD 的 HMP 缓冲容量。在200GB 的文件写入测试中，可以发现 110GB 之前的写入速度都在1700 MB 每秒左右，1100GB 后则是掉落到550 MB 每秒左右。最后就是 Zada 的一体式水冷产品 Spark AIO Lite 240一体式水冷，整体设计还是挺符合 Zada 本身的设计语言。附带的2把风扇最高转速在2200 RPM， 但据 Zada 的产品规格介绍，这款风扇在2200 RPM 的噪音还是可以接受的，这部分会在稍后给大家进行噪音测试。采用了 FEP 特氟龙高分子水冷管，提高了水冷管的寿命。水泵搭载了陶瓷轴心与石墨轴承，让水泵的噪音更低，寿命更加能够达到5万小时。另外，特制的 ARGB 灯效，再搭配了 Spark RGB 记忆体内存一起的灯效，大大提升了科幻电竞风的感觉，并且 ARGB 灯效也能和各大主板的灯光软件同步。唯独比较可惜的是，我拿到的这一款是没有支持 LGA 1700的扣具，但是据说 Zada 也会在近期的新版本中加入 LGA 1700扣具的支持，因此其实对于 LGA 1700扣具有需求的用户，也可以静待新版本的到来。
完成了安装后，就是要进行散热实测了。在我进行了20次 TanSPA 压力循环测试后，5800S 的最高温度为53.8度，而平均温度也就只有51.8度。此外，我也进行了3D Mark 的 CPU 跑分测试，测试过程中 CPU 的最高温度落在70度，平均温度则是在62度左右。再来是进行30分钟循环的 Cinebench R23 多核跑分测试，通过 HW-INFORM 64所读取到的数据，最高温度来到了84.5度，平均温度为83.7度，全热性频率维持在4.475 GHz， 平均功耗则是显示137瓦。之后，我也进行了更高压力的 AIDA64 FPU 烤机压力测试，在烤机超过30分钟后，最高温度来到了89度，平均温度为88度，差一点点就撞到温度墙了。此时的频率维持在全核心最高 4.5 GHz， 平均 4.45 GHz， 功耗则是显示最高137瓦，平均135瓦。最后，我还追加了 AIDA64 FPU 外加 Fullma 甜甜圈进行双烤。同样在双烤超过30分钟后，最高温度和平均温度都撞到了90度的温度墙。全热性频率在最高 4.5 GHz， 平均频率则是下降到 4.38 GHz， 所显示的功耗最高为140瓦，平均功耗也下降到了129瓦。虽然双烤的时候 CPU 温度撞到了温度墙有些许的降频，但对于一款240水冷来说，如此的散热性能还是可圈可点的。毕竟我们也知道 5800S 的积热情况能压到125瓦左右，也是属于还不错的散热水平了。接着我也进行了待机与单烤 FPU 时整台主机的噪音体验。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水冷自带的2把12厘米风扇是 PWM 接口以外，其余机箱内的风扇都是 DC 固定转速的。在进行单烤 FPU 时，冷排的2把风扇转速是达到最高2200 RPM 的，而显卡由于完全没负载，风扇也不会转动，因此通过待机和单烤 FPU 来对比两者噪音差距。从噪音测试中可以感觉得出 ，Spark AIO Lite 所搭配的原厂风扇最大噪音还是能接受的水平。对于噪音比较敏感的用户，可以稍微调整一点点的转速，就能达到散热和静音相对平衡的表现了。最后是这一次视频的总结，在我体验了那么多ZADA的产品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这一套 Spark RGB 的记忆体内存套条。毕竟记忆体内存本来就是 ZADA 比较擅长的领域，优质的超频能力给了我非常棒的体验。只不过由于 Spark RGB 自带的马甲较高，如果是想搭配风冷散热器，就必须特别注意兼容性情况。当然，如果是搭配 Spark AIO Lite 一体式水冷，自然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而关于其他ZADA的产品，大多数的表现都还是中规中矩的，整体的性能表现也都是在合理的水平。面对如今那么多的竞品，ZADA所推出的产品也算是给用户多了一些选择的空间。当然，如果是喜欢偏向电竞科幻风的外观设计，那么相信ZADA能够给得到你还不错的外观感受。而只可惜目前来说，ZADA的产品除了机体内存以外，可选择的款式数量并不多。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渐渐看到更多ZADA的新产品。当然，只要产品本身的质量与性能是在正常的水平，那么自然就会有消费者是愿意支持的。毕竟在如今众多品牌开始剑走偏锋，而纯粹的 DIY 乐趣已经变得越来越少，所以还是希望ZADA可以维持这份理念，而着重在产品本身的实际价值，而不是到最后变成纯粹走外观的品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期影片还不错，就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所以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加入我的 Discord 交流群。此外，在ZADA的 Facebook 专页中也有举办抽奖活动，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通过影片下方的资讯栏点击前往ZADA的 Facebook 专页去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大家一同交流。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